这是一位男子死而复生的故事。他在死亡期间前往灵界上了10堂课，甚至亲眼看到了人类未来的走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带着这一切记忆重返人间，决心将所见所闻全部公开。一个已经被装进尸袋的人，竟然还能活着回来。而且他说自己在灵魂出窍时上了10堂灵界课程，甚至远眺了人类的未来。这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真实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名叫文森特·尔曼，这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年轻人，童年时期曾饱受家庭暴力的折磨，性格因此变得十分孤僻、内向。成年后，文森特涉足建筑、电脑、影视等多个行业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事业有成，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。尽管事业顺利，生活富足，他始终觉得自己的灵魂无处归依，每天机械的忙碌，却不知活着究竟为了什么。可奇怪的是，他的内心始终感到一丝难以填补的空虚，仿佛物质成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。这种空虚感一直伴随着他，直到命运在一次意外中将他推向了生死边缘。2003年1月，当时年仅25岁的文森特和一位朋友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款据说来自泰国的100%浓缩草本保健饮料。他们按照普通美国保健品的用量来稀释服用，却不知道这种100%浓缩意味着剂量极强。当时他们正坐在一家小餐馆里试喝这瓶到货的灵药，结果他们一次性喝下的有效成分竟相当于正常剂量的20倍。服下饮料后不久，两人几乎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意和恶心。他的朋友当场冲到餐馆柜台前剧烈呕吐，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，很快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可文森特却独自一人走向餐厅的洗手间，紧接着就再也没有走出来。他倒在了洗手间的地板上，无知无觉。真是福祸难料，同样的中毒反应，一个因为及时被发现而转危为安，另一个却因无人看见而命悬一线。更糟的是，他的昏倒一直无人发现，整整45分钟里，文森特就那样静静躺在冰冷的地面上，生命垂危而没人察觉。大约45分钟后，终于有人发现了洗手间里一动不动的文森特，惊慌呼救。据后来了解，是餐厅里一位服务员在察觉洗手间异常安静后进去查看，这才发现了倒地不起的文森特。他吓得惊叫起来，引来了其他人并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救护人员火速赶到时，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。年轻的文森特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，皮肤开始发凉，仿佛早已失去生命迹象。急救人员轮番上阵，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，但依然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在现场，他们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宣布了文森特的死亡。救护人员将文森特的遗体装入了黑色尸袋，抬上了救护车。在常人看来，这条年轻的生命已经画上了句号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奇迹却悄然酝酿着。此时，文森特自己却经历着截然不同的事情。他后来回忆说，在被装进尸袋运上救护车的过程中，他的意识忽然从身体中脱离出来，悬浮在半空中俯瞰着现场。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正躺在担架上，却一时没认出那就是自己。刚开始，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个躺在地上被抢救的人就是自己，他以为自己只是个旁观的幽灵，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。直到他渐渐看清了担架上那张苍白的脸，他才猛然意识到，天哪，那就是我。这一发现让他的意识一阵恍惚，既震惊又迷惑。他还能看见救护车内忙碌的医护人员，甚至听到并读到他们内心的情绪波动。其中一名年轻的实习急救员显得特别沮丧，他在心里不断自责，为什么我就救不了他？文森特清楚地感应到了这个新人的懊悔和悲伤。令人惊异的是，就在下一瞬间，文森特看到从这位新手急救员的心口处升起了一团明亮的光。紧接着，他听见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，在四周回荡，此人并未死亡，此人并未死亡。这一幕让文森特大为震惊，他意识到，或许是某种更高的力量在通过这位年轻医护发出信号。就在文森特以灵魂状态目睹这一切时，他不禁疑惑，难道真的已经无力回天了吗？然而，
那团从急救员心口升起的神秘之光和声音又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是某种看不见的天使在暗中帮助他吗？果然，这名新手急救员像是突然惊觉了什么，猛地停止沮丧，转而再次拉开尸袋检查文森特的状况。他将手指探向文森特的大腿根部，仔细摸索股动脉的搏动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捕捉到了一丝微弱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脉搏，那感觉就像黑暗中乍现的一点火花。新手立刻大喊起来：“他还有脉搏！”同伴们闻讯迅速赶来，马上对文森特实施进一步抢救。他们拿起除颤器，对着文森特已经停止跳动40多分钟的心脏电击，伴随着砰的一声电流脉冲。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，文森特的心跳居然恢复了，生命体征缓缓回归。这位原本已被宣告死亡的年轻人又一次有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。要知道，心跳停止了45分钟的人几乎不可能救回。当时在场的救护人员无不瞠目结舌，仿佛见证了医学奇迹。有资历更老的急救员感叹说，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。然而，死而复生并不意味着转危为安。救护车飞驰赶到医院，医生们尽全力进行了抢救和监护，但由于长时间的大脑缺氧，文森特始终没有意识反应。虽然心脏重新跳动，可他陷入了深度昏迷，被诊断为脑干死亡，即俗称的脑死状态。换句话说，文森特虽然还活着，却仿佛成为了一具没有知觉的空壳。医生私下认为，文森特苏醒的希望微乎其微，甚至可能永远成为植物人。他的家人被建议为最坏的结果做好心理准备。就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他进入了长达3天的昏迷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文森特的身体沉睡不醒的这3天里，他的灵魂却在另一个世界里经历了一场奇异而深刻的旅程。文森特后来分享说，在昏迷期间，他的意识被带到了一处天堂般的高维空间，在那里，他遇见了一位慈祥的指导灵存在，名叫德雷克。德雷克仿佛一位慈爱的导师，在这个明亮的灵界为文森特上起了课，而且不止1堂课，而是整整10堂意义非凡的课程。这10堂灵魂课，每一堂都揭示了关于人生和宇宙的一个重要道理，为文森特解答了他曾在人世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可以说，文森特好像被临时招入了一所天上的学校，短短几天内学完了别人可能一辈子都未必明白的课程。那这些课程都讲了些什么呢？让我们一一来看。第1堂课，找到真我。德雷克告诉文森特，要回到真正的精神家园，首先必须认清并找回自己最真实的本我。平日里我们给自己贴了太多社会角色和身份标签，但那些都不是灵魂的本质。只有剥除这些外在的身份，回归单纯、开放且能够继续成长的本真意识，我们才能迈出回家的第一步。试问，我们究竟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审视那个面具背后的自己？现代社会中，人们为了适应他人的期望，常常迷失在各种头衔和身份之中。然而当这些外在的一切剥离之后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我。只有认识这赤裸的自我，我们才能开始了解生命的本质。第2堂课，地球是学校。人生在世并非上天对人的惩罚或审判，而更像是一所高等灵性学校。这里的课程艰深而困难，我们会遭遇各种磨练和痛苦，但这些挑战正是为了让灵魂学习和成长。换句话说，苦难越大，潜在的收获也越大。地球学校的高难度意味着毕业时灵魂将收获丰厚的成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灵界中，文森特还经历了灵魂的生命回顾。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临终幻灯片般的回忆，他的生命回顾更像是一场深刻的共情体验。他仿佛进入了他曾影响过的那些人的内心，亲身感受自己过往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各种情绪波澜。有些片段让文森特感到极度愧疚和不安，因为他真切体会到了自己曾经伤害的人所承受的痛苦。然而，这些负面感受很快被一股温暖而无条件的爱所取代。在爱的包容下，他领悟到地球并非审判罪孽的刑场，而正是让灵魂学习理解与慈悲的课堂。第3堂课，爱一切生命。德雷克向文森特展示了一种博大的爱，
超越了平常人对亲友和同胞的偏爱。他明白到，人应该对所有生命怀有无条件的慈爱，不分亲疏，不分物种。真正的爱是没有界限的，正如阳光普照万物，不仅仅给予自己圈子里的人。这种无差别的大爱是灵魂升华的重要标志。做到这点或许并不容易，我们大多数人天性中都有亲疏远近之分，对亲近的人关爱备至，却难以对陌生生命产生共鸣。然而在德雷克的教导下，文森特体悟到，唯有超越这种分别心，才能触及博爱真谛。第4堂课，倾听内在声音。在喧嚣的人世间，很多人倾向于向外寻求答案，但德雷克提醒他，内心深处的直觉其实是神与我们对话的渠道。如果我们总是被外界嘈杂的信息填满，就无法听见内在微弱的声音。因此，要学会留出安静的空间，耐心等待内在指引的回应。当一个人学会聆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，也就学会了与神同行。第5堂课，负责任的使用科技。现代社会科技发达，但德雷克指出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，可以用来造福人类，也可以毁灭人类。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是否有爱心和责任感。如果人类不提高道德和意识水平，科技越强大，可能带来的灾难也越大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非常谨慎、自律地运用科技力量，让它服务于善，而不是被负面欲望利用。想想看，人类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和技术，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道德与智慧，这些进步无异于引火烧身。第6堂课，放下偏见。在灵界课堂上，文森特体会到，任何对他人的歧视、仇恨和偏见，最终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。这是因为每个灵魂本质上相连，你加诸于他人的恶意，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。因此，真正的解脱之道在于以爱和理解来化解成见。唯有放下偏见，用同理心对待他人，我们才能停止那种循环的伤害，并提升自己的灵性。环顾现实，我们会发现偏见与歧视引发的冲突屡见不鲜，以牙还牙的仇恨往往只会让双方接受伤害，痛苦延续。第7堂课，思想具有创造力。德雷克让文森特看到了思想的强大作用。一个人的念头会逐渐塑造他的习惯，继而形成性格，最终决定命运。念头看似无形，却是创造现实的第一砖瓦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要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负责任。善念可以引领更好的未来，恶念则可能招致不幸。可以说，掌控了自己的思想，也就掌控了自己的未来走向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今天的起心动念很可能就是你明天的人生写照。第8堂课，远离负面影响。德雷克特别提醒他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屏蔽负能量的信息，尤其是在每天临睡前和刚醒来的30分钟内。这段时间人的潜意识最为开放，外界信息很容易植入心灵。如果此时沉迷于充斥暴力、恐惧、仇恨的资讯，就会对灵魂造成污染和干扰。相反，如果在黄金时间保持平静，亲近正面事物，我们就能更好地守护自己的能量场。现代人很多都有睡前刷手机、看新闻的习惯，如果填充的尽是暴力、八卦和焦虑，难怪会夜夜难眠，甚至噩梦不断。这课提醒我们守护好入睡前那片宁静的心灵花园，不让负能量趁虚而入。第9堂课，邪恶的必要性。这一课听起来有些违和，但意义深刻。没有对立与黑暗，我们便无法真正学习分辨正邪，也无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选择。灵魂只有在看到邪恶的存在后，才能明白正义与善良的可贵。因此，世间的邪恶和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反面教材的角色，迫使我们去选择光明的一面。可以说，黑暗的存在让光明的选择变得意义非凡。正如人们常说，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？没有黑暗的衬托，光明或许就不会如此耀眼。在顺境中，我们可能麻木懈怠，唯有逆境和邪恶当前，才能激发出人性中潜藏的勇气与善念。第10堂课，万物一体。在课程的最后，文森特感悟到，宇宙万物其实是相互连接的整体，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，因为所有灵魂能量本源相通。一个人释放出的善意或恶意，
最终都会回流到他自己身上，甚至往往是加倍返回。难怪许多传统智慧都强调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因为从宇宙法则来看，你给予别人的，终将3倍奉还给自己。这与许多宗教中的因果报应、三者返回的说法不谋而合。善恶终有回响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短短10堂课，却浓缩了宇宙人生的诸多真谛。文森特在灵界所学到的一切，颠覆了他从前对生命的认知，也解开了困扰他多年的心灵疑惑。他意识到，原来生命中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苦痛与挑战，都有其深层的意义。这些启示也告诉他，爱、思想、自由意志这些无形的力量，才是真正塑造现实的关键。可以想象，当时的文森特内心是何等震撼与感动。10堂灵魂课程结束后，文森特的灵魂之旅仍在继续。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美轮美奂的天堂景象之中，眼前是一座光芒笼罩的山丘，绿草如茵，似乎每一株草叶都闪烁着柔和的光辉。不远处有一道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，溪水晶莹剔透，散发着迷人的光泽，整个环境宁静祥和，充满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爱与喜悦。文森特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堂圣境，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过梦幻与美丽，令他目眩神迷。文森特惊奇地发现，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是有灵性的，充满意识的，连那潺潺溪水都仿佛能与他沟通。当他走进溪流时，竟感觉到水流在向他请示，他想穿过他的身体，为他带来疗愈。得到允许后，溪水真的缓缓地流过了文森特的灵体，他瞬间感受到一股奇妙的能量贯穿全身，既温暖又清凉，既强烈又柔和，仿佛将他一生累积的伤痛都洗涤殆尽。尤其令文森特感动的是，他童年时期因为家暴而留下的心理创伤，在这股仿佛来自神爱的水流冲刷下，竟然被彻底治愈了。他整个人被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平静所包围。他形容说，在那片天堂般的土地上，到处充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爱，那是一种超越地球上任何体验的无条件之爱。亲历如此美好的境界，文森特完全沉醉其中。他对指导灵德雷克恳求道：“我可以留在这里吗？我想回家。”在文森特看来，这天堂般的地方才是真正属于灵魂的故乡。相比之下，尘世显得那么沉重而暗淡。然而，德雷克温和却坚定地拒绝了他。德雷克解释说，现在还不行，你的家确实在这里，但你和那边的能量频率差距太大，如果现在就留下，你无法适应，你必须回到地球，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，才能真正与家的能量融合。原来，天堂故乡的能量等级远高于凡间。文森特此刻的灵魂还没有完成学业，还需要回去继续修炼成长。正当文森特依依不舍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意识。这声音充满了悲痛和恳求，让他不由心头一震。仔细一听，那竟是自己弟弟的声音。原来，在现实世界中，文森特的弟弟正守在医院病房里，为昏迷不醒的哥哥虔诚祷告。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位弟弟与文森特从小关系并不好，兄弟俩少年时常常不和，但此时此刻，弟弟却一改往日的嫌隙，在病床前泣不成声地哀求上帝：“求您千万不要带走我的哥哥，求求您让他活下来。”那份发自灵魂深处的爱和懊悔透过祈祷倾泻而出，化作巨大的能量穿越了维度，直达文森特的灵魂。在灵界的文森特感受到这股强烈的情感力量，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瞬间攥住了他的灵体，将他用力一拽。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弟弟发自灵魂深处的爱与悔意，令他百感交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只觉天旋地转，周遭天堂美景倏然远去。猛然间，他睁开了双眼，文森特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肉身。就这样，在昏迷3天之后，文森特奇迹般的苏醒了。从医院病床上醒来的那一刻，他的弟弟和家人喜极而泣，医生和护士们也难掩震惊和欣喜。这个曾被判定无望的人竟然重新活了过来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
虽然曾经长时间脑部缺氧，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和复健，文森特并未留下严重的神经损伤，各项身体机能逐步恢复。这一奇迹般的死而复生事件，在当地医院和文森特的社区都引起了轰动和议论，许多人将他的苏醒称作医学奇迹。而对文森特本人来说，一段更神秘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然而，对于文森特来说，重返人间并非只有欢欣。试想，一个真切感受过天堂极乐的人，忽然被拉回了凡尘俗世，他又怎能不感到失落呢？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个尘世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和抑郁感。相比起灵界那无条件的爱与极致的美好，现实世界显得格外沉重暗淡，处处充斥着纷争和恐惧。文森特无数次在心里呐喊，我想回去，我想回到那片充满爱的光之世界。由于对天堂的强烈眷恋，文森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了忧郁。家人原以为他逃过一劫会感恩生活，却不料他经常闷闷不乐，怅然若失。有人建议他寻求心理辅导，甚至怀疑他是创伤后遗症作祟。毕竟这种濒死体验非常超凡，倘若贸然告诉旁人，他们会相信吗？文森特害怕被当成疯子，或被认为只是药物中毒时产生了幻觉。他曾一度对周围的人闭口不谈自己的经历，独自承受那种身在俗世心在天堂的折磨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都默默祈祷还能再次听到德雷克的声音，再感受哪怕一丝天堂的温暖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德雷克并没有抛下他。虽然文森特回到了人间，但他的指导灵仍会在冥冥中给予他鼓励和引导。当文森特情绪低落时，他偶尔会在内心听到德雷克温和的声音，坚持下去，这条崎岖的路是值得的。据文森特后来描述，有一次他情绪跌入谷底，甚至生出轻生的念头，这时耳畔仿佛响起了德雷克温柔的低语，别放弃，黑暗之后便是黎明。这样的经历让文森特相信，指导灵一直都在他身边默默守护。每当这样的时候，文森特便会回想起灵界课堂上学到的那些智慧，努力让自己重新振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文森特慢慢接受了死里逃生的事实，也开始尝试向亲近的人讲述自己的奇遇。不过，他内心深处仍然会闪过一个疑问，这一切真的是灵魂出游的真实经历吗？会不会只是大脑在弥留之际做的一场梦？命运很快给了他答案。某一天，文森特翻看家族的老照片时，无意间发现一张泛黄的黑白合影中，有位男性长辈的面容让他猛地一怔。这个人无论五官还是神态，都和他的指导灵德雷克惊人的相似。文森特连忙拿着照片去问祖母，祖母看了一眼，告诉他说：“哦，他是你的曾曾祖父，名叫扎尔斯。”原来德雷克正是文森特早已去世多年的先祖。这个发现令文森特又惊又喜，他深深明白了自己在灵界遇到的不是幻象，而是真真实实的灵魂导师，而且竟然就是自己的祖先。这无疑进一步坚定了他分享自己经历的信心。他相信这趟灵界求学之旅绝非偶然，其中蕴含的信息一定是要带回人间的。从那以后，文森特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奇遇公之于众。他不再讳言这段濒死旅程，而是开始主动向周围的人乃至社会分享这10堂灵魂课的内容和他所见的未来图景。他还将这些经历写成了书，名字就叫《死后之光》，因为他确实在死亡中看见了照亮生命的圣光。通过书籍和演讲，文森特希望唤起更多人的觉醒，让大家明白爱与意识提升的重要性，引导更多迷途的心灵走上光明之路。据悉，在一次分享会上，当文森特谈到弟弟祈求他醒来的桥段时，不仅台下听众泪湿眼眶，连他自己都一度哽咽。他坦言，正是弟弟那一声声祈祷，把他从天堂拉回了人间，也赋予了他此后人生的新使命。文森特不仅从灵界带回了10堂课的智慧，他还带回了关于整个人类未来的一些预见。在灵界旅行时，德雷克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地球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。在其中一个未来场景里，大多数人选择了恐惧的路线，因为过度追求安全感，人们甘愿让渡自由，
生活在有恐惧编织的牢笼中。在这种前景下，社会可能表面稳定，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对彼此的猜疑和对未来的不信任。为了换取所谓的安全，人们甚至愿意牺牲言论和思想的自由。久而久之，人性的光辉被恐惧掩盖，整个文明陷入停滞与压抑。例如，可能为了换取表面的秩序和保障，人们允许高度的监控和控制主宰社会。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被不安和疑虑所困。这条恐惧之路的尽头是一个失去了灵性和自由的世界，人类成为自己恐惧的囚徒。另一条则是截然不同的未来，光之路线。在这个未来中，少部分觉醒的人类坚持选择爱与高频的意识振动，他们没有被集体的恐惧裹挟，而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灵性。那些选择光明的人渐渐聚集起来，组成了一个个光之城市的共同体。在那里，人们彼此信任，充满创造力和慈悲心，科学与心灵并进，环境与文明和谐共生。文森特形容这些光之城市所展现的未来美好的令人难以置信，简直就像人间天堂一般。或许在这些光之城市中，人类真正做到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，科技被用于治愈疾病，提升福祉，而非战争破坏。每个人都有机会自由发展自己的天赋，灵性文明相辅相成，共同繁荣。这样的未来，仿佛人类理想中乌托邦的现实呈现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人类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一方？是大多数人沉溺于恐惧，还是有足够多的人觉醒向爱？文森特从灵界归来后，一直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。他坚信自己有生之年就能看到那些光之城市开始在地球上萌芽出现。他迫切地呼吁每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不要被铺天盖地的恐惧讯息所蒙蔽，不要让媒体和流言把我们拖入惶恐绝望的泥潭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内心寻找力量，提升自己的意识频率，用爱与信任来做出选择。只有这样，人类才能踏上光之路线，迎来那个无比美好的未来。事实上，像文森特这样濒临死亡又奇迹生还，并声称灵魂到过另一边的案例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记载。许多濒死体验者的讲述惊人的相似，有的人描述见到了隧道尽头的耀眼之光，有人遇到了已故的亲人或神秘的光之存在，有人经历了完整的生命回顾，还有人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平和与大爱。这些共通的元素令人生疑，难道我们在肉体生命终结后真有某种美好的去处？文森特的故事因为包含了系统的10堂课程和对未来走向的预见而显得尤为独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文森特并不是出于个人名利在传播这些内容，他并未将此经历商业化为牟利工具，只是以平实而真诚的态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。他深知有人会怀疑，但他仍选择坦然公开这一切，因为他相信这些信息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。他希望通过分享来影响更多人，让大家对生命有新的思考。总而言之，通过文森特尔曼这段独特的濒死与灵界之旅，我们获得了宝贵的10堂灵魂课，同时也收到了关于人类前途的深刻警示。这则真实故事提醒我们，只要认清自己的真我，以爱心行事，负责任地运用思想和科技，并且学会超越偏见，远离那些无谓的负面影响，我们就有望顺利地从这所地球学校毕业，进入更高维度的家园。那是一个充满爱与光的归宿，正等待着被我们创造并抵达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文森特的经历能给你我带来一些启发，让我们以爱为舵，穿越迷雾，驶向光明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